他正对着女孩解开了裤腰带，女孩拼命挣扎，却被他一把推到地上。随后他又抱起女孩绑在椅子上，但因为高位截瘫，女孩根本无力反抗。他常年躺在床上任人欺负，一群小混混经常从窗户爬进来，他们一边占尽女孩便宜，一边把这里当成练习室。负责照顾女孩的护工表面上人畜无害，背地里却十分恶毒。他经常将音乐声音开到最大，然后在里面摇头晃脑，还会不断吓唬女孩要用剪刀剪掉她的头发。幸亏护工的老板还会时不时过来检查，但他也是个老色批，打着剪指甲的名义，却不停地偷看女孩的身体。女孩只能默默忍受，因为她无人诉说，更不知道该对谁说。护工为了方便，每天只给女孩喝一碗粥。夜里饥饿占据她的全身，外面还有人用红外线骚扰她，女孩几乎无法安然入睡，每天变得恍恍惚惚。直到这天夜里，女孩好不容易睡着，被子却被人扯掉。等到第二天一早，女孩睁眼发现身边竟然躺了一个陌生男人，他用尽全力将她推开，没想到他又跑了回来，还把女孩挤到地上。他拼命抓着床沿，想要回到床上，可是根本做不到。男人这才知道，原来女孩动不了。他把女孩抱到凳子上，然后当着她的面解开皮带。可不要想歪了，男人只是帮她固定好身体，然后端来可口的饭菜。看着男人一口吃掉牛排，女孩馋坏了，但她不知道男人是谁，也不知道菜里有没有毒，即使饿死也不会吃。男人似乎看出她的心事，他抢过女孩的牛排，塞进了嘴里。女孩终于忍不住了，她夺过叉子，插起牛排，直接大口吃了起来。可因为一直喝粥，女孩的身体根本无法适应肉的存在。因为护工长期不给女孩洗澡，呕吐物跟体臭味的混合，熏的男人都愣了。男人什么都没说，而是将她抱进浴室，准备给她好好洗个澡。但男女有别，女孩让他去外面等着，男人只能照做，但眼睛却时不时的往里面探去。放心，什么都没有看到，他只是怕女孩溺水。眼看里面很久没有动静，男人只好破门而入，抱起了睡着的女孩。很快，护工发现了男人的存在，上司也赶了过来，询问后才知道，原来他是女孩的叔叔，因为曾经犯了强奸杀人罪被捕入狱，如今身患绝症，才被提前放了出来。从现在开始，他希望护工离开这里，以后由他来保护女孩。这天晚上，那群小混混又来骚扰女孩，虽然他们人多势众，但男人也是练家子，他以一当十，将他们全部打退，甚至封死了窗户，让他们再也爬不进来。那个经常欺负女孩的护工也被叔叔一顿恐吓，再也不敢放肆。女孩突然认可了叔叔，因为他是真的在保护自己。两人一起吃饭，一起看电影，甚至一起在房间里打闹，这是女孩最开心的日子，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。但是这种幸福很快就要结束。就在这天，一群人来到女孩的家里，为首的牧师是村长的儿子，他带着护工以及他的上司，还有邻居奶奶，要求叔叔离开这里，因为他破坏了几人的阴谋。原来女孩的父母在临死之前给她留下了巨额财产，瘫痪的她还有一笔高额的抚恤金，几个人恨不得立马拿到手里。偏偏这个时候叔叔出现，他们当然不能将他留下，但女孩作为当事人，坚决要留住叔叔。众人没有办法，他们只好再想阴招。就在这天晚上，家里来了一个警察，扬言叔叔再不离开，就要把那个秘密告诉女孩。原来妈妈竟是叔叔杀死的。为了不让女孩知道痛苦的真相，叔叔只能答应。他给女孩做好最后一顿午餐，想要悄悄离开，但脸上的表情出卖了他。女孩看向一边，那里是叔叔的行李，叔叔只好坦白，他比划着手语，告诉女孩自己将要离开。女孩突然爆发，打翻了所有的食物，可叔叔还是走了，他又恢复了以前的生活，孤独痛苦没有尽头。就在这天晚上，一个男人闯了进来，是牧师。他告诉女孩，因为他的妈妈十分漂亮，所以得到全村人的垂涎，而叔叔却因为嫉妒侵犯了她，又杀死了她。女孩根本不信，但牧师始终觉得只有这么帅的自己才配得上女孩的妈妈。既然没有得到她的妈妈，那就要把女孩占为己有。他一把掀开女孩的被子，就要开始施暴。突然背后响起熟悉的声音，原来是叔叔。他一直担心女孩，所以不敢走远，而牧师也没有认怂。当年他能打败叔叔，现在一样可以。但他没有想到，叔叔不再是当年的孩子，他疯狂殴打这个卑鄙的男人。几个回合下来，牧师就小命不保。女孩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痛快，从这一刻起，她要报复所有伤害过自己的人。第二天一早，女孩染了红头发，化了浓妆，俨然换了一副模样。护工不知道叔叔回来，还想伤害女孩，但下一秒他就被按在了椅子上。女孩一杯水泼上去，就吓得他大惊失色。随后上司也赶了过来，想要趁着叔叔不在偷偷占个便宜，哪知一进门他就被绑了起来。女孩给护工戴上项圈，还在他脸上画上油画。护工害怕极了，紧接着叔叔逼迫他剪掉上司的命根子，让他再也没法儿孙满堂。最后那群小混混也赶到这里，他们觉得月黑风高，四周无人，想要再次闯进来欺负女孩。但他们刚刚进来的那一秒，无数红外线就照在他们的脸上，结果他们被叔叔打得很惨很惨，一个个躺在地上，再也无法动弹。
叔叔和女孩终于大仇得报。就在两人想要离开这里的时候，朴警官推门而入，腰里还别着手枪。趁着房间光线昏暗，叔叔突然袭击了他，两人顿时扭打在一起。可一连解决了那么多人，叔叔早就体力不支，加上救急复发，叔叔很快落入下风，被朴警官反扑。就在他要开枪的时候，女孩拿出了当年的录音。이건 뭐 해보니까 시체랑 하는 것도 아니고 좀 그런데 맛이 없어 맛이. 이제 됐어요. 이럴 바엔 학교 애들이 팔딱팔딱 거리고 좋지. 경찰 삼촌. 여기 삼촌도 있고 다른 삼촌도 있고 되게 많은데 다 잡아가 주실 거예요? 原来当年侵犯母亲的人全部在这个屋里，牧师、护工上司，甚至还有朴警官。那时候女孩太小，叔叔为了不让她受到伤害，把她抱到床上，并叮嘱她千万不要乱动。叔叔无法看着母亲受辱，直接冲上去勒死了母亲，而他自己也被这群恶魔割断了喉咙，虽然保住了性命，却再也无法说话，还被他们诬陷强杀人，送进了监狱。朴警官没想到事情败露，愣在原地。叔叔趁机上前夺过他的手枪，将他打死。现在他们终于解脱了。叔叔抱起叶子，准备离开这里，可他突然倒了下去，口吐鲜血，因为他的病已经很重很重，再也撑不住了。他脖子上的围巾正是勒死母亲的那条，既遮住了伤疤，也提醒他不忘过去。在监狱里的每一秒，他都无比思念女孩。当年就是因为他的叮嘱，女孩不敢乱动，所以造成瘫痪的假象。现在叔叔鼓励他一定要站起来，一定要走出去。女孩听了叔叔的话，她爬到门口，用尽全力打开大门。外面的风是自由的，光是温暖的，从此以后她也是自由的了。